午餐时间，一家意大利餐馆，本地著名声乐家陈玉生正和几位学生共餐。好，唱一句给我听，一句。这群人似乎都深藏不露，兴致一来，马上发挥歌唱才华。在这里可以唱一下歌，老师开心，我们就时常有带他来。这是一个可以和老师在一起，我们大家一起联络感情、一些放松的地方。我是最喜欢的，因为这样大家可以有的谈天嘛。学生也喜欢我，因为我没有距离，跟学生没有距离的啊。44岁的吴汉卫是陈玉生其中一位得意门生，两人都是科班出身，留学歌剧之乡意大利。学成归来后，他们同样成为全职歌唱家。他是我的老师，也是一个家长，所以那么多年下来，培养出一种很奇妙、很特别的一种感情。汉卫从小爱唱歌，在中学开始听歌剧。大学1年级时，汉卫的母亲正在跟陈玉生学声乐，汉卫就一道拜师学习。通过陈老师的教导，我才突然间发现，原来声乐是多么深奥，却多么美。所以我才开始对声乐疯狂。他声音就是很 warm， 他很用功，他的语文好，意大利的德文好，英文好。一个人没有学问读唱不成，因为他一肚子都是学问嘛。陈玉生是本地声乐界先驱，桃李满天下。他的先生是知名抒情男高音田明恩，两人1950年从香港移居新加坡，在本地教音乐，并在1960年结伴到意大利罗马深造。一读的4年5年，读完3他去了，就拿了他的博士学位，也同这时间也去英国、法国留学，的 Royal School 的也是拿着博士学位。他对歌剧、对声乐的造诣是很高的，所以通过他就是好像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我开始通过他看到歌剧的美，看到声乐这门艺术的美。陈玉生是意大利通，熟悉当地的文化风情，结识了许多大师级音乐家。他曾经组团带学生去欧洲进儒，进剧院听歌剧外，也上声乐大师班，足迹遍布意大利、英国、德国等地。汉卫跟随陈玉生踏上音乐之旅，从此改变了人生轨迹。2001到2003年这1连3年去欧洲去进修，去跟大师们上课，去听歌剧，也间接造成我对声乐就是更坚持、更想要去追逐的一个梦想吧。当时在修读法律课程的汉卫，甚至旷课去欧洲听歌剧。我晓得他爱音乐，爱得很好，跟我一样都陶醉了。天天晚上我们去听 opera， 听不同的。好了，第2年他自动又问我，陈老师你要不要去的？我当然去了，他就要跟我去听。汉卫跟陈玉生学了7年声乐，27岁那年，他以破釜沉舟的决心，放弃光鲜的律师职业，前往意大利学习歌剧。我那年在律师楼，我就一直请假去国外，
这其实影响了我在律师楼的表现。与其这样的话，就是说我要不要去下一个赌注去试一试，然后我就把工作辞了。太大损失了，他大律师不做，真的，所以我这里回来大骂他为什么，他就讲陈老师，我学你嘛，一切不要，我答不出来，他学我。在陈玉生牵线下，捍卫追随女高音朱台丽学艺。朱台丽是陈玉生的干女儿，也是意大利国立音乐院唯一的东方声乐教授。意大利是歌剧的发源地，无论是饮食啊、文化啊、建筑啊，都会多多少少影响你对这个文化的吸收，来塑造你为一个声乐家的一种涵养跟素质。捍卫在朱台丽门下学习了2年，在他的鼓励下，报读意大利的音乐学院，进一步钻研这门艺术。幸好，意大利音乐学院的学费几乎减免，多少缓解了捍卫的后顾之忧。然而，海外学子的生活并非那么惬意。辛苦当然是辛苦，因为那时候我带着我1年所攒下的储蓄，第1年就差不多已经花得差不多了，所以为了要维持生活，我就是半工半读，我就在那边教英文。老师 ，Hello， ciao，come sta？come sta？捍卫原本计划在意大利逗留1年，不料一待就是12年，4年前才返回新加坡。他一直和恩师陈玉生保持联系。6 mesi， 7 mesi。Siamo in giugno, quindi è stato in marzo, quindi 我觉得师生关系不是一种教育，它是一种亲情，因为老师用心去教了我们。学完了之后永远不会结束，永远都会保持着这个师生关系。Grazie molto, grazie。捍卫是个男中音，这些年在意大利累积了许多舞台经验，回国后活跃于歌剧表演圈子。放松，吸气，吸到肚子。他也从事艺术指导和声乐教学。很感恩陈老师，如果没有陈老师，就没有我今天吴汉卫在声乐圈能够有能力去表演给新加坡人，或者是在其他的舞台呈现我的艺术给大家。深深迷恋美声舞台魅力，他们一头栽进歌唱圈子。一听，哇，我就喜欢这种，我回家就大哭大闹，滚在地上。我说我就要学这种东西。唐玲是一名花腔女高音，平时从事保健品营销工作，也会利用业余时间发展歌唱兴趣。唐玲在2011年的中正人音乐会上表演歌唱，陈玉生刚好是座上宾。老师跟我说，老祖宗在这边，为什么你没有找我？他觉得说我这个人在台上很少，不过可以唱得更好。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找他学习。当时唐玲正在筹备2场音乐会，陈玉生亲自指点他。他很用功，这1个礼拜就来几次。
很少人一个礼拜有几次的，讲的他也听进去，但是他 try the best。陈老师非常开通，他可以接受不同的歌曲，用不同的唱法。他甚至跟我说，这个美声唱法现在比较小众。唐玲啊，如果你可以去唱那个流行的，就去吧。陈玉生与丈夫田明恩和中正中学有过很深的渊源，他们南来新加坡之后，就在那里教音乐。他教高中，我教初中。他教上午班，我教下午班。我的初中的学生就一大堆，他们跟我差不多大的，顶多相差2、3岁。陈玉生和田明恩原本是师生关系。1947年，14岁的陈玉生第一次听独唱音乐会，演唱人正是担任广西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的田明恩。他那优美的歌声和唱腔，深深地打动了陈玉生。我的感觉整身都麻掉炸了，哇！我就喜欢这种，我回家就大哭大闹，滚在地上。我说我就要学这种东西。爸爸没办法了，妈妈爸爸去求搞个这个艺术学院院长，然后就特别求田明恩的，他看这么个小孩梳2条小辫子，我就唱雪凄天晴朗，腊梅处处香，这种声音吓得田明恩呢，校长他们不行，小孩还没变声音，不能够。陈玉生出身名门望族，父亲曾是广西高等法院大法官，在地方颇有影响力。田明恩勉为其难收了陈玉生这个未成年的学生。1949年，中国时局动荡，陈玉生和田明恩去到了香港，在考取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声乐与乐理文凭后，开始教学生涯。17岁就考到那个 diploma 了，不得了了，英文也不学，从那英文也要学，什么都学，总算拿到这个教书文凭，就可以教初一。家道中落后，陈玉生靠自己的收入养家糊口。在那艰难岁月里，田明恩一直陪伴他左右，亦师亦友，感情不断升华。1955年，田明恩受聘来到新加坡中正中学担任音乐教师，和陈玉生分隔两地。田老师跟我找到个位置，在中正中学也教书。那时候的薪水，别人才是200、300，田明恩的薪水700、800，最少800多吧。我呢，他给的600，不得了，很多钱。那么父母亲没办法，就准我来。这段相差15岁的师生恋，曾遭到父母反对。陈玉生不顾世俗眼光，嫁给了田明恩。2个儿子出生后，陈玉生和田明恩远赴意大利深造，念完博士学位，才陆续回到新加坡。不料田明恩在1968年中风，陈玉生接手丈夫的教职，一人撑起整个家庭的重担。半个世纪以来，陈玉生全心全意从事音乐教学，散播音乐的种子。我全部浸在声乐里边，我爱音乐爱得没有命，就是人家一唱歌我就晓得错对。陈老师讲究的是一个音乐的感觉，所以跟着那个感觉走，跟着你的心走，你就会突破。Hello， 老师。哎呀，老师。那就使我更加的用心的去诠释歌曲。它也让我的那个极高音突破了。老师他对音乐的要求非常的高，我们唱得不好的时候，他会骂人的。他唱的歌他会
真的自己先感动了，才能够感动别人。去年，陈玉生在家里跌了一跤，手术后行动不便。然而一弹起琴，唱起歌，他马上精神抖擞。田明恩在1994年逝世，留下这台钢琴，尽显岁月痕迹，但陈玉生依旧将它视如珍宝。过去1年多，冠病疫情打乱了陈玉生的生活节奏，还好学生们不时去拜访他。我的学生都是这样的感情，都没有学以后还是来找我，陪我，晓得我寂寞，晓得我除了音乐什么都没有，他们都乖得很。喜爱流行曲，更热爱美声唱腔。陈玉生最小的学生只有18岁。花腔漂亮得很，他唱的像少有的，可唱得很高 ，High F。18岁的吴珍妮自小和音乐结缘。她3岁学小提琴，5岁学钢琴。这或许和母亲刘启群也爱弹钢琴、参加过合唱团有关。启群向陈玉生学声乐已有10年。珍妮从小6开始陪着妈妈到陈玉生家上课，偶尔拉小提琴为他们伴奏。我以为他跟着，他也没唱，跟着他看，他那时候还没变声音，不可能唱。突然间，去那前呢唱出来，吓我一跳。老师就说我还是有一点小孩子的声音，所以我唱歌剧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老师怕我会唱坏了嗓子。全部很音乐感，他而且可以唱歌的时候，他可以扮爸爸，可以扮妈妈，他都懂，因为他懂意思。花腔漂亮得很，他唱的像少有的，声音可唱得很高 ，High F。陈玉生已经不收学生了，珍妮或许是他的最后一名弟子。即便有70岁的年龄差距，他们对声乐的情怀却是一样的。跟我以前一模一样，他就跟我小张一样，他也是14、15岁的学生。我们的经历是类似的。他也是会分享他第一次上台表演这一个歌剧的时候的一些感受的一些经验。当珍妮开始唱的时候，老师会不经意的全神贯注的看着珍妮表达啊、唱啊那些歌。那老师在过后呢，他就会有一个感觉，好像，哎呀，很像我哎。很像我年轻的时候。像珍妮这样的 Z 世代学声乐并不多见，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美声唱法。这种品味我们是没有办法改变。我觉得慢慢的教年轻一代啊，从小就会培养对这种音乐的欣赏，
跟认识是很重要的。没有见过，真的第一次见这么小的小孩学，真的第一次。抱很大希望，你很少有这么天才。唱了那2首，然后在家里这样录这样。声乐是需要传承的，所以他看到了我有这一个能力，他就特别支持我。老师，谢谢你，把我当成了你的曾孙子。老师，我爱你。这些年，陈玉生为田明恩主办过多场纪念音乐会，不同世代、地区的学生同台亮相。我觉得很安慰，很骄傲。他们骑马陶醉在音乐了，我跟陶醉。陈玉生的学生们在各声乐领域绽放异彩，师生情谊也历久弥新。我见他们好像像自己的儿女一样，因为他们给我太多爱了，我也给他们太多了。我给他们在音乐里面，他们在音乐里得到一切，他们也给我快乐。